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线即将出现神奇九转信号，纳斯达克10年间只在周线上出现过7次这种下跌九转，而每一次要么是中期底部反弹，要么就是真正的底部附近。4月份，阿哲相信对于高位能够逃顶，而且一直控制仓位，没有满仓抄底的同学，将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抄底大反弹的一个机会。美光继续暴跌，而再次阿哲要恭喜期权邦级参与做空的同学。那美光究竟会跌到哪里呢？你想不想知道？微软也来到了最后的支撑区间，收阳将是左侧第一次的买点。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关键的，有关市场目前的环境观察。阿哲会通过周线九转、日周线如何去共振交易本次的抄底买点，还有最后的日内变盘点，通过更早的15分钟图表怎么去看到市场的一个买卖机会。那么这3个部分来让大家对目前的美股指数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当前的一个市场从高位下跌，基本上是单边跌下来，在月线上收出了连续的阴线，目前来到了一个支撑价位附近20675，并且离前期我们所讲的下一个缺口也非常靠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在4月份寻找比较好的一个买入介入机会。那么在第2和第3部分，我们才会讲到个股解析，所以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在个股列表当中，阿哲有标记了绿色的方块，那么这些绿色块是阿哲暂定，如果4月份有如期的反弹机会，那么可以去考虑的目前结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当然在后续的跟踪当中，阿哲也会去不断的调整，也有可能后续会改变，不出现买点的肯定后续就会标记灰色块甚至是红色块。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依旧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阿哲也有一个温馨提醒要提前告知您，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所牵扯到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录制完就比较长了，但是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也特意去制定了一个时间轴，那基本上每一部分都有标记清楚，您最想要看哪一部分，您就点哪一部分就可以跳转了。那么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一部分叫做周线的九转。我们先打开纳斯达克指数的周线图表，周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调出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一个大众指标，不过阿哲之前讲的更多的是日线上短周期的，今天我们是相对来讲是很久没有讲过了，是周线的九转。您只要打开任何一个交易软件，输入神奇九转这4个字，那么它就会跳出这个指标，它是一个大众指标，基本上每个软件都有。那么它会在图表当中标记1到9号 K 线，那么这9根 K 线呢，来自于交易大师汤姆迪马克先生他所发明的左侧交易体系。他认为市场从1跌到9，那么这9根连续走完，当然它要满足2个条件，连续走完之后9一产生就容易是一个左侧低点。有这么玄乎吗？我们来看一下曾经出现下跌九转的位置，像我们在上一年2月21号，也就是25年这一波高点后的下跌，最后在哪个地方见到低点？也是在1号 K 线跌到9号 K 线的时候，它是在第8根见到低点，第9号完成结构，市场后续出现了大跌后的大底行情，继续往前推进，什么时候有？我们会发现其实上涨时有时候也会有九转，比如说当时这个高点就是一个上涨的9，不过今天我们不讲上涨9，我们讲下跌9。好，周线上之前在21年11月份这一波下跌也同样的，它是一个熊市，下跌时出现了1、2、3波下跌，而这3波下跌出现了3次的下跌九转。这一次下跌9出现，是不是一个中期反弹？反弹了3个月，在日线上那就更是一波大行情了，又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到了第9根 K 线之后，误差只有1周时间，它在下一周就见到一个中期低点，又是一个中期反弹。那我们再看到又反弹结束，又跌了一波，又是从1跌到9，是不是又刚好在8见到了一个低点，而市场又产生了一个中期反弹。后续我们再回头看，这不只是中期反弹，还是一个牛市的大底行情。周线上的九转在近10年阿哲看了有7次，基本上7次都是底部或者底部附近，当然这个底部是中期底部，有时候是中期反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至少会给到一个中期反弹机会。从过往的行情这10年来看，至少有3根周 K 线的阳线产生。那哪怕它表现的再差吧，它给2根周 K 线阳线，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少的利润行情？所以我们要必须关注好这个9的形成，这是我们目前所可以看到的周线上产生的9转，它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中期底部可能即将在你面前出现，这是一个恐慌下跌之后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叫日周线共振的交易。我们知道周线有9转，但是我们可以周线直接去买嘛？那肯定不行。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一波商推进的一个熊市下跌，那有时候它误差1周，你提前1周9的时候买进，那惨了。那再跌1周。那哪怕你之前高位逃顶了，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日线我抄底买进了，它如果后面再跌1周，那你哪知道它跌到哪里去？那后续的反弹只是给你解套而已。所以我们不能说周线有9转立刻周线买进，那很多时候要么就是太早，要么就太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周线找到了一个底部信号即将产生，可能那附近有机会，而后日线上我们去找交易买点。所以周线找机会，日线找买点，日线处理细节，周线看到大方向，这是我们在共振交易时一定要切记的。那么日线怎么去找到买点，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去明确告知大家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日线其实你也会发现有9转的这个信号，当然日线的9转我们今天先不讲，它的这个信号的级别肯定比周线是要弱一些的，更多是短波段的。现在阿哲打开一个指标模板，这个指标叫做山海趋势图，也是阿哲之前讲过很多次的。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指标它的飘带告诉我们这个趋势是下跌的，所以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谨慎防范它的中期趋势开始转下跌。所以当时在高位逃顶之后，我们有明确讲到，通过阿哲这一个上海趋势模板、上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只要它不转为紫色，你就不要随便能够重仓的以为能够抄底了，不然的话跌一波你以为能够抄底，只是反弹，又跌一波把你套住了。有些扛过了这个低点没有抄底，第二个低点以为2次回踩终有低点了，又抄底了，你会发现后续还会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懂趋势，日线级别的趋势也很关键，对于交易来讲。所以只要上海趋势图这一个飘带依旧是一个黄色的，说明在中短线趋势还是很差，你除非能够找超跌的买点，否则右侧趋势买点是绝对没有的，那么你的重仓抄底机会也不会有。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上一年的这一波下跌，是不是在低点附近，也就是应该是这个地方，周线出现了下跌的9转，这附近是一个8号 K 线，那我们不能说直接在这里抄底。我们如果不要求稳的同学，你都可以甚至等待它这个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之后，我再去买股票，我找回调买，是吧？我甚至我在这里找回调买都行，因为你只要确定了它趋势反转，就趋势它一延续，它其实会有很多行情，你不用担心会错过踏空，它总会给你机会。这种是右侧交易的思路，就是我等飘带转色之后找回调买点，它肯定会晚，但是它会比较安全。而左侧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找机会。右侧的机会比较晚，但是仓位可以放多一点；左侧机会会比较早，但是你要相对小心一些。左侧怎么找机会？找的是黄色飘带下超跌的机会。我知道它现在趋势不好，但是它已经跌无可跌，它至少需要一个反弹来去缓解这种暴跌的这种情绪，才有可能未来打开更大的下跌空间。这个时候它的反弹我怎么去把握？好，我们可以看到图中有一些颜色 K 线，阿哲简单介绍一下。只要您是我们的频道订阅粉丝同学，您基本上应该都有用过这个指标。那么像蓝色 K 线代表是一个短线超跌，短线跌无可跌，要反弹了，是吧？所以连续的这种蓝色 K 线之后，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反弹的阳线。我们等一下说一下怎么去买进问题。而后蓝 K 之后，它下一个级别就是蓝 K 代表短线超跌，那短线有时候它可能一波调整不止短线，它是中线的，所以有另外一个颜色 K 线叫白色 K 线，叫白玉 K 线。白玉 K 线代表它不只是短线超跌，它波段也超跌，中线也超跌，这个时候它会容易引发更大的一个反弹。所以我们有2个信号，一个是蓝色 K 线，一个是白色 K 线，代表的都是中期调整之下的2种超跌信号。另外一种就是黄色 K 线，它是超买了。如果是一个空方趋势下上涨超买，那小心一般是再次熊市的启动，反弹的结束点。这是未来我们4月份反弹时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黄色 K 线可能会产生。那么市场往下跌时有白 K， 基本上就要关注了。那么我们不能够说每一次蓝白 K 都随便抄底，你说蓝 K 买进那又被套了，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你至少在蓝 K 之后要等它消失，市场不超跌了，恢复了，恢复之后我如果要买，尽可能买什么？买有反包阳出现。
最好把颜色 K 线给仿包了，那是最好的。那这个买点是 OK 的，所以当时这里是不能买的，因为它消失，但是没有仿包，所以力度不够，它反弹力度不足以去参与市场的延续。所以市场这一波下跌出现白色 K 线，为什么它能够持续1周反弹？因为它白色 K 线消失之后还仿包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设个止损，把握一波反弹，空间是黄色飘带，有黄 K 出现就小心，可以左侧高抛，是吧？这个反弹就可以吃到。当你发现周线上，当时周线上是不是一波下跌，这里出现九转了？刚才所讲的抄底买点其实是在周线的4、5号 K 线附近产生了1周的反弹。那么我们会看到周线如果出现九转了，那我怎么去买进？是吧？周线如果有九转，那我日线我是不是也一样的可以看到有白色 K 线在这附近产生了？那是不是这种周线九转而后出现了白 K 突破，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抄底买点吧？那么反包突破之后2次回踩不创前低，我在这里仿包阳是不是2次的买点？这种都是左侧的机会，所以日线周线的共振就是周线出现了超跌，而日线我同样可以找超跌的机会。所以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周线上出现下跌了，日线出现了超跌的 K 线，曾经出现过1次，这里也是超跌 K 线，那仿包突破一个反弹的机会。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仿包，那么可能机会就会更大一些。第一，它的乖离就和飘带的乖离距离比较远，跟之前比是不是远很多，所以它的压力也会相对偏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反弹空间是不是比较大？好，这是第一个有可能会比较大机会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周线的九转意味着周线的超跌，周线超跌引发的日线反弹，那么它的级别是不是也会更大一点？所以在级别上，这一波一旦确认超跌的买点出现，那么就是比较不错的把握机会。那么当前有白色 K 线产生了，那我接下来就要看到了白色 K 线何时消失并伴有反包，那么就是第一个左侧抄底买点。当然了，有很多股票可能这个形态会比纳斯达克可能更好，是吧？比指数更强。我们后续讲个股时也会用上海趋势图给大家去看一下。大家如果手中有股票，您也可以自己用上海趋势图去瞧一瞧，目前你的股票有没有蓝 K 白 K， 甚至有些股票目前还是紫色飘带的，还是中长线上涨的，那肯定更好，是吧？那它肯定比指数和大部分个股都要强势嘛。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周线九转还有日周线九转的共振交易，如何呢在周线发现市场的机会，以及在日线找到买点，不至于周线的信号太早买或者太晚买。这是阿哲所分享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讲到日内的变盘点。那么听到这里，希望我们的老同学，那么依旧为阿哲视频可以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之后，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当然呢，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阿哲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观看视频时，除了点赞评论之外，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会显示一个已订阅。如果您喜欢阿哲的视频，想要未来每期视频都不落下，都想要能够及时观看，能够更加及时的学习，你也可以同时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在点开之后，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就会在发布之后在发布上架后会提前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阿哲也很感谢大家在首次看到阿哲视频的时候就能够订阅阿哲，感谢您的支持。对于我们新订阅同学，一般会有一些福利，阿哲会去赠送。对于订阅的新同学，阿哲也有一些福利去赠送。其中的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了。您只要订阅了阿哲频道，您就可以找助教去安装这一个上海趋势图的指标。也是阿哲刚才在看待指数买点的时候为大家去进行教学的，怎么去使用的一个方法。阿哲在每期视频的解析当中，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基本都会用到这个指标。如果您需要，在订阅阿哲之后，您就可以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想要学习更多精彩的内部视频、内部的直播，或者说使用这一个指标模板，那么都可以找朱老师去领取相对应的福利。您只要跟他说您是今天刚刚订阅的同学，是新同学新朋友，那么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我们的一些相对应的福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它也是阿哲平时在每天会给到的一个变盘信息。所谓的变盘点，就是阿哲认为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高低点的时间。阿哲每月会给一些日线的变盘点，那么像每天也会给到一些日内的变盘点。我们来看到最近2天的日内变盘点，在3月27号和3月30号，总共有5个15分钟日内变盘点。我们来看到这些变盘点的一个状态，像3月27号有2个变盘点，一个是11点的时候，大家注意这是香港时间，大家如果您不在阿哲同一个时区，记得做一些调整更改。
当时这里是一波当边下跌之后的变盘低点，市场是一个反弹。而到了2点15分，同样也是一波当边下跌之后的变盘低点，同样也是一个小反弹。而3月30号的盘前，阿哲给到的3个变盘点是9点45分，还有11点15分，还有凌晨2点。那么分别是一波开盘第一根 K 线高开所产生的9点45分的一根 K 线，这个 K 线是一个变盘高点。而后一波下跌反弹之后，又来到了11点15分，同样也是一个变盘高点。而在一波当边下跌当中，一个短期小反弹到凌晨2点时，依旧是变盘高点。所以我们在最近的盘前广播，所以我们在最近的日内变盘点环节有讲过一个分辨目前市场多空转换的常识，就是一个低点变盘如果产生时，它的反弹只是一个小反弹，而后很快破低点。每次的低点变盘都只是小反弹，而后很快破低点。那么这种行情必然是一个空方占绝对领导优势，而多方很弱的一个市场。每一次高点变盘都是快速的暴跌，每次高点变盘后都是单边下跌。这种情况下，除非你做空，否则做多的同学一定要收住双手。你必然要等待一个行情出现变化。刚才我们说了，周线是神级九转，但是这个信号一般会比较宽泛，所以会有误差。你不可能用周线去做交易，你只要大体区域这附近是一个低点。而日线我们有一个买入信号，就是反包阳线。如果有同学你说阿哲，那我有一些仓位想要更早一点买，我不怕那些仓位被套，我就用一点小仓位想要日内可能更提前去埋伏，有可能我就买到一个相对的低点，可能比日线反包要更早一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首次进场的一个信号，必然是日内开始有多头转强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一个情况出现，有一个低点变盘出现之后，它的上涨是要比之前强，而后去股价的再次低点变盘，它最好是能够抬高的。而高点变盘后下跌，一定不要再有暴跌破底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日内的多空转换，而后才会引发日线的反包阳在后续产生，而日线的反包阳产生之后，才会去构成周线上结构的稳定。那么它的传导是一步一步从日内到日线，再到周线去进行引发的。周线出现3根阳线的反弹，它必然先从日内先出现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周期之间的联系。那么当下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变盘点了。接下来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大家注意是22点30分，也就是阿哲这边晚上10点半，美东时间是早上10点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变盘点是高点还是低点。如果是高点，看一下后续的下跌力度。如果高点变盘而回落不破前低，这个时候说明首次判定多方有所转强。而后再看其他的变盘点是否有出现高点下跌，而后力度较弱，低点上涨，市场变强。如果有，那么我们今天将是一个介入的日内机会。那么关于本日的其他变盘点，阿哲会写在盘前广播当中。这个盘前广播也是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之一。阿哲这里也趁此机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今天刚订阅的同学，您可以跟助教领取哪些福利呢？目前我们所看的图版就是这个订阅福利的一个简单介绍。您可以领取4重福利。第一个福利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刚才我们说过了。第二重福利就是盘前广播，阿哲在美股开盘之前会去写到的一些内容，里面有时间变盘点，有空间的一些点位预测，还有一些个股指数的盘前的一些观点。每天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他会比我们的视频会更加快速简洁的知道阿哲每天的一个观点。而第3重和第4重福利，对于如果您有时间以及认可技术分析，确实热爱美股，确实热爱技术分析，并且希望能够通过技术分析在美股交易中获利，能够稳定盈利的同学，这2重福利都是一些知识课程和内部直播。那比如说像美股期权课，最近我们的期权老师的账户在美股暴跌过程当中，同样也实现了稳定的收益。阿哲相信在这1-2个月能够达到这个收益，已经是特别的厉害了。不敢说超过 99.9% 的人，但是超过 95%， 阿哲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在上周对于美光和谷歌的做空，阿哲相信在本周这个曲线图的收益还会更上一层楼，到 30% 以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每周我们的美股期权老师会有4节的体验课程给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可以跟助教也去领取一下每周的期权课程的直播链接，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些内容都是不公开的，只针对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生同学开放。
同时您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的一些内容。那么像本周我们的主题班课叫做机会与风险，看懂市场的两面。目前在暴跌行情之下，是否能够把握到其中的机会，还是说它的风险依旧在释放？这是我们在当下要特别关注的，也是最近这2周要特别关注的。所以我们在本周会讲到4节有关技术分析看待当前美股市场的课程，分别是机会在哪，以及风险在哪，而又如何在机会中去发现风险，和在风险当中识别其中的机会。希望这4个课程对于技术分析的讲解能够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能够让您对技术分析更加的了解。这2套课程它的时间是有所不一样的，期权课是每天香港时间下午的5点，而我们的技术分析的课程是在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这个时间大家记得做好分辨。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目前还没有领取福利的，都可以在我们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领取，亦或者在我们底下评论区，阿哲也发了一个置顶评论，您点击对应的链接，也同样可以找到助教。前提您必须得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没有订阅是不行的，在订阅之后才能去找助教领取。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有关个股的解析。我们看到第一次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目前的一个走势也是按照破位之后延续下一个空间。我们看到这一条一条的通道线，它每次击穿并且有效确认之后，它就会往下一个通道去运行。目前它是对于此通道的一个击穿，但是还没有确认，所以市场会不会因为美股反弹而特斯拉去确认一下这个通道的有效跌破，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阿哲并不以此作为主要去看待反弹时去做多的一个标的，除非它能够很快速的站上通道而后回踩不破，我们去在这附近找机会，那4月份还能够看一下。但如果它还是跟之前一样跌破反抽不能站上，那么这就要知道了，目标是下一个通道，价格只要跌破是吧，反抽不断的确认，那么就是下一个通道。每次跌破的时候，它一般会有2次确认，这是之前的一个规律。那这一次跌破会不会也产生2次的确认，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下方如果是确认有效跌破，它一般要有2个支撑可以看到，一个是前期中启动位的缺口，这是一个关键支撑，另外就是这个通道了。当然阿哲认为这个支撑应该不太容易被跌破，这是一个向上的缺口，而且是之前启动位置的缺口，所以这里应该是有不少的支撑存在的。所以如果真跌到这里，关注附近的止跌 K 线，而当前这个位置就不上不下，刚破位待确认，所以这种位置去做多要小心，最好晚一点，不要作为首次的买进。而我们再看到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趋势分析，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市场目前的这波下跌很明显它也是一个黄色飘带，而且它是比指数提前了很长时间进入到黄色飘带的，至少提前了有半个月，指数进入黄带，它早就进入黄带了，所以一直维持这种下跌，市场的下跌黄带，它就意味着中期依旧是一个反弹为主，而主趋势是一个下跌趋势，所以它是一个黄色飘带。这种情况下，没有转为止带之前，我们还是要相对小心。你的右侧抄底机会重仓的一个买入点，只能够是止带后的一个回调不破的一个机会，而左侧尽可能我们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一个强反弹的一个机会，每次最好都以强反弹来去对待，你很容易买到半山腰。所以当下的市场是再次的碰到黄色飘带，反弹结束而后连续跳空下跌，所以当前没有蓝 K 没有白 K， 所以没有超跌，只有钱袋子。钱袋子 K 线是另外一种信号，它意味着这附近有支撑有反馈，出现了这种探底行为。当然钱袋子 K 线它也一定要伴随止跌的有效，这是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这里再提醒一下，钱袋子出现它哪怕没有蓝 K 白 K 什么颜色都没有都可以，但是钱袋子出现之后，它一定要伴随强烈的上涨意愿的阳线出现，那么才能确定它的有效性。像之前这里出现过一次还不错，现在它出现了，它一定得要在这里出现强烈的上涨的一根阳线，普通阳线不行，一定要够强，它收盘价比昨天高还要高很多，这种情况下出现这种钱袋子配合它这里才有效果，否则这里普通的止跌是不够的，除非后续进入到蓝色 K 线超跌。所以当前从左侧来看有机会，大家注意左侧是有机会的。如果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左侧这里有机会，因为它的影线在变长，这是一个左侧的信号，但是这种信号它也需要一根阳线来配合。所以如果您是很激进的同学，后续不创新低收一根小阳线也可以买，
这是最激进的，这里开始不创新低了，352.1是不创新低了，收一根阳线，它可以作为左侧的买点，很激进的。右侧就是收一根阳线，当然我说的右侧是在左侧的范围之内偏右侧的买点，在左侧之内偏左侧的买点就是一根小阳线就可以买，右侧最好是仿包阳线啊，而后看这个反弹的开始，当然配合指数环境会更好，如果都没有，那就往下看缺口的支撑，所以这是我们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可以去看到的一些要素。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已经把之前下跌之后这种震荡的空间给跌破了。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由支撑转为压力的地方，并且它伴随有缺口啊，所以当下这里它的结构有点不好看了。它之前盘了很久，很多奇遇头它跌得比较厉害，而它一直在这里盘着，但目前为止已经破位了，所以破位之后就要小心。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也不比特斯拉好多少，它来到了左侧的这个影线附近，它这里是一个支撑。我们曾经讲过，影线的这种区间，它一般来讲是支撑的。特别是这种下影线之后快速上涨的，它必然这里是有支撑的，所以在这里哪怕有反弹出现，我们也要知道它之前的破位的地方是一个强压力，这种地方就是风险点了，所以我们最好是等待它真的能够很强回归。那我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黄金坑，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假跌破，可以认为前面的影线确实强，前面的支撑很不错，这种情况下我再去找这种二次回踩的机会，那还来得及。所以目前的趋势是很差的，这个地方就小心它是破位有效，而连影线如果都撑不住，那么就是补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来看到英伟达，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反弹，进行一个确认破位的有效，刚好在这个支撑位附近，而后产生了一个前带子加蓝色 K 线，并且下方的缺口是比较靠近的，所以这个支撑区比较密集，所以这种地方它想要往下跌多少是不太简单，不太容易。而后我们蓝 K 如果有反包，必然就产生一个反弹，反弹可以看什么？看缺口，这是第一个压力；第二个看上方的飘带，这是第二个压力。飘带的下沿目前是在 176.78， 缺口的下沿是在 171.14， 这两个是反弹的重灾区、重压区，都有可能结束一波反弹，但前提是得要先有反弹止跌信号，要么在缺口附近出现反包，要么是目前出现反包，没有就延续看跌。蓝 K 不代表一定会止跌。之前这种位置是因为它在震荡，所以蓝 K 出现反包，直接看震荡的低点反弹。如果是一个上升趋势，那蓝 K 反包那就是一个趋势的继续上涨。而当前是个下降破位的行情，那蓝 K 它大概率很难反包，哪怕反包，也就是看一个下跌趋势的反弹，并且空间一般不会太大。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英伟达目前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比特币，目前所看的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比特币在28号的变盘点后延续往下探了一个引线，而后最近2天出现了一个上涨，所以当下因为高点变盘后的下跌是单边下跌，所以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一个低点变盘，而低点变盘是没有跌破前面启动的低点，只是引线扫过而已，所以这里阿哲认为它会有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要关注了，它有可能是一个日线级别相对小周期的头肩顶的一个结构形成，所以这个地方要关注这个反弹力度。如果反弹力度不能收盘过左边这个高点，它收盘不能过，要注意这里一旦出现顶分型，再往下破，那基本上内部结构周线的运线结构大概率就是要往下开始倾斜，后面空方占有的市场，那要把这个结构打破，那我们就是要这一波反弹够强才行。所以这一波反弹是可以看多，但只能短线看多，往上看重灾压力区是这根 K 线它的高点附近，好，它得要往上破才行，往上破而后才有机会过这个高点目标位，看这个下跌通道，只要在这里如果就遇阻，那往下下跌，那么将是一个很强的下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可以做多，但是必然是短线的，因为这个结构不太好看了，它是一个类似于小级别的一个头肩顶结构，而且它已经成功破了线，破线之后往上看，这里如果不能过，将是一个做空的机会，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做空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当然这里如果是收强势阳线突破，没有走出强顶分型，或者说相对的下跌结构往下推动，空方就没有，它这里如果直接过就不要做空。如果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滞涨 K 线、长上影线，特别是强顶分型，重新把颈线位跌穿，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它是一个空头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通道的顺延，至少我们要看到前面的低点了。所以这是对于比特币在空间和趋势上我们可以关注的短多，但是整体是中长空，这是要小心的。所以做多只能做反弹小仓位，除非能够过走高，再看回踩做加仓，
再看通道的上沿。以上是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阔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阔位的一个行情图表，在阔位的走势当中，它快速的昨天是回补了一下最底下的这个缺口，当然它补完之后收盘没有跌破，是蓝 K， 所以当下我们要确定一下它是否有效跌破，我们要小心一根收盘价收阴线，而后把前面缺口的下沿给吃掉的。好，如果是这样，这个缺口就完全没有支撑了，就被穿破有效了。当下至少还有一个影线出现，有个蓝 K， 这里如果收一根相对的阳线，我们就认为缺口支撑有效，可以看看反弹。因为这一根下跌的蓝色 K 线太长了，所以它的高点离得有点远，一旦反包你再去看反弹它就晚了，所以这一笔交易可以不做。至少阿哲认为你买点不太好买，除非它是一个运线再加一个小破，那我可以看直线上破看个反弹，那个还好，可以有一个盈亏比，至少1:1还可以。如果是等它突破之后你再去买，那上方就是飘的压力，所以这个地方的买点不如之前。之前不管是这个蓝 K 我突破，我看至少还有空间是吧？这个蓝 K 突破，我至少看左高附近还有空间。像这个蓝 K 突破，我看一个黄飘带还有空间，但这个地方突破它的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这一笔交易还不如等它完全站上。所以这个就蓝 K 可看可不看，所以这是阿哲的一个看法。上方的一个飘带是80.146，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目前日线是出现了破位，破了龙门线中长期的支撑，但龙门线是向上，而且是稳定向上。我们之前说过，如果龙门线是稳定向上，那么它算是对于龙门线稳定向上的首次回踩。所以当前为什么把谷歌标记为绿块，就是因为首次回踩的龙门线的回调买点一般是很高概率的中长线底部区间的可能性，再加上它是一个周线的九转，目前它也进入到周线的九转，跟指数是同步的，并且它目前周线九转的时候，它有伴随的蓝色 K 线，并且它的9号 K 线目前是比较短的，所以跟指数相对来讲是同势，甚至可以说是强一点，因为它的飘带周线是还没有转为黄色，所以还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谷歌。当下它的下跌同样也是有2个缺口，用白玉 K 线，我这里最好还是相信尽可能要突破，这个突破最好是把6的高点给吃掉，最好有一个强底分型会更稳定一点，所以这个地方等待一个反包阳线，如果有强底分型就更好，而后反弹看第一个 294.473， 当然如果遇到这个缺口就走弱，就要相对注意2次回踩，再找机会买入。这个缺口的上沿是 287.37。 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其实也还行，它目前没有破左低，所以近期来说表现还可以，但是它在这种结构当中不算特别好的一只股票，有很多更好的选择，比如说 PRT 等等的，它可能会比它更好，因为它这一个2次回踩的时候虽然转为了紫色飘带，近期如果有股票是在一波下跌之后转为紫飘带的，其实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它说明之前这波上涨指数反弹比较弱，而它反弹不差，这种其实就有可能资金提前去试错了，提前去买了一下，但不一定持久和稳定和持续，所以我们要关注那种飘带依旧保持紫色的会更好一点。是转了一部分紫色又被跌穿了，这种就说明资金可能试了一波之后发现不太好，就撤的有点多，这种情况下2次回踩太深了，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九转的第7号 K 线，有反包扬州也可以看一波反弹，但是它不算是特别强的一个标的。149.844，整体也是跌了很长时间了，补了很多缺口了，就差最后这个底下的缺口没补，所以它整体来讲也算是周线上必然也是超跌的，也在出现龙门线附近，所以整体只能算是超跌，可以看反弹，但不算特别强。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在最近的这种市场环境之下也影响到下跌，但是因为像币圈走的还可以，最近不是说特别的跌得很厉害，并且在周末也有反弹，所以整体来讲应该还算是不差。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这种紫飘带呢虽然也转为这个黄带了，但它不是很强势，所以刚转不久，所以整体结构是比刚才所讲的甲骨文是要强一些的，至少它连左边这个低点没跌破，所以离前低呢还比较远。所以像 MSTR Coin 等等的，如果有明确止跌反包蓝 K 的这种动作也可以，相对来讲比甲骨文这种要强一些些，所以关注这个蓝 K 是否反包。目前它离飘带比较近 136.728， 不过飘带比较短，它呢力量不强，所以还可以，但它也算是周线超跌，周线超跌，然后跌破了龙门线，目前属于白 K， 而后它是接近9后13，它这个9后13是在我们周线上的9后13。现在是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的话，
我们依旧看到之前这个缺口的地方。我们之前讲过，最后的一个抄底左侧区间其实就是这个缺口加上这个前低的区间。我们把这个区间往右边延伸一下，画一下，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个缺口和这个区间，其实它已经就在下沿了，就在那个阴线的下沿。并且目前是白玉 K 线，所以这一波下跌来到了最关键的一个支撑点，左侧支撑这个地方是很多趋势大幅回调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只要不破，整体来讲在周线上它的一个趋势其实还是一个牛市，还是一个上升结构。所以这种地方它至少就是只要不破，就容易有一个中期反弹。就哪怕它只是个反弹，你要知道前面跌的幅度这么多，它哪怕只反弹1/3，只反弹一个0.382，其实它的一个空间也要过左边这个高点。它哪怕是一个反弹，不是反转，它其实在趋势上来讲，它的一个机会也是蛮大的。所以在4月份，如果市场真的出现中期反弹，微软肯定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一个地方。不过当下呢，我们从之前跟踪了那么多那么久，从一开始说这个区间不要破，但是它跌破了，是吧？蓝 K 没有仿包，九转也没有仿包，到白 K， 所以目前呢是白 K， 白 K 等仿包，仿包之后我们看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左高，而后中途呢就关注一下飘带的压力，飘带如果有压力，大概率是2次回踩。我们先看第一个买点，就是仿包的阳线买点，而后第一个压力是383.219。当然，大家如果手中呢有股票，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它的一个趋势，怎么看它目前有没有超跌，大家也记得，如果您目前还没有激活上海趋势图的，要及时在订阅阿直之后去找助教去激活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目前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就能够去激活我们的上海趋势图了。当然前提您得要先点个订阅，然后再去找助教激活。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博通，博通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破底，而且是收盘价已经是破了的，破了一点点，不算是特别有效。它其实也算是弱势股当中相对看跌的哈，因为它整体也在震荡。像目前的英伟达也类似，但英伟达已经有些破位了，它呢其实也走了一波加速，是不是它本来也是黄色飘带，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中途有紫色，当转紫色飘带不代表能够真正反转，因为紫带呢出现的时候它可能比较窄，就一开始趋势呢它会从一个萌芽期到青年到壮年到暮年，是吧？它有一个阶段趋势的推进到发展延续强盛到衰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这种就是属于萌芽区，就是它有可能反转，就有可能，但是它还是很小，就还很弱。这个时候呢，你要呵护它，持续的发展下去，它才有可能进入到青年壮年，是吧？我们的这个强盛周期。如果你发现在萌芽期，它就不断的有空方还在冒出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没办法了，就说明这个反转大概率是很容易夭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哪怕紫飘带刚出现，你也要看一下它是否真的是能够去持续发展，否则就是一个下跌当中的噪音而已。所以每一次黄色飘带反弹的时候，都要先以反弹看待，因为趋势一旦形成，不会轻易的反转。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这句话了，就大家对于目前这波行情应该很明确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是一些噪音，是吧？比如说确实有些上涨时它的黄带是噪音，但是你不能因为有时候是噪音就忽略掉它可能会发展起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每次有黄带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一些。那目前依旧是黄色带，那么我们就只能做超跌，做超跌目前没有 K 线，它只有一个前带子，就前带子后呢，它一定要有强势的阳线产生，我们才能够定义前带子有效，真的是一个底部前带的产生，而后这个低点才能够确认，才能够稳固。所以当下呢，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个底部前带是有效的，要强势阳线，否则我们就等待蓝 K 或白 K 的出现。而后我们来看到 AMD 它目前就还是处于尴尬的局面，上方有一个大缺口，下方也有一个大缺口，所以上方是压力，底下是支撑。当前来讲呢，相对支撑来讲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在结构当中走了一个有点弧形底的一个动作。市场的结构走势来讲，它这种也算是比较强，在龙门线附近产生了支撑，并且有底部反转的现象。市场呢，它也有一个相对的突破回踩，那这里是不是回踩呢？它踩的有点太深了，那直接呢把这个相对的短线的颈线给又跌破了，所以目前是一个紫色飘带，但紫色飘带被跌破，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快速的站回来，再去右侧看涨。目前这个走势还是偏震荡，就多方是有的，而且不少，也挺强，不断的有大阳线在这个区间出现，但是这个空方因为市场的原因还是有点扑不面。所以等待多方再次站回到飘带之上，依旧可以作为交易买点、看涨点。阿财还是认为这个缺口是要至少被补掉一半以上的。所以当下呢，在不破左低结构还往上的时候，等待仿包阳线去看涨。AMD 还是结构还不错。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OD 就很明显的当边下跌走势，它呢也是个黄色飘带。然后周线上其实它早就有九转，就是它比指数提前有九转，然后目前早就九转之后又走一个新的九转，所以这种股票肯定是比指数弱的。指数才刚出现周线九转，就还没结束呢，你已经出现2个了，这种肯定比指数跌得深、跌得早、跌得久，所以这种肯定是弱势的。那弱势的个股，还有最近呢把这个缺口又跌破了。它这个缺口跌破之后，如果要往下一个缺口走，是不是还有很远的空间啊？所以空间就打开了。这个时候一旦反弹，基本上也是要小心，这种股票就还是相对弱的。这波反弹只要不能过这个高点，就还是一个下跌结构，很完善的结构。那么后续依旧还是有空方的一个空间的。所以这种股票作为反弹的选择的话呢，哪怕你选了，你也只能说做一个更小的预期，可能谈不了多高。我们可以看到上沿75.992。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PP 的话，它也算是2次回踩，但是因为最近上周跌的比较多，连续阴线，连续5根阴线跌下来，直接呢跌到了之前这个低点附近，跟甲骨文同样的格局，所以之前这波连阳呢就有点浪费了，跌得太深了，直接就抵消掉了。所以目前的 APP 呢就不如之前那么强势了。如果之前在这个蓝 K 位置反包直接就能够走前高的话，那么结构就很漂亮。现在的话是比 P2TR 是弱的，所以当下有飘带有缺口，所以这里是个强压力区。我们看到缺口上沿是429.38，然后飘带下沿是435.694，这里有蓝 K 反包看反弹，但是结构已经有点差，跟甲骨文同一个类型。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股呢属于我们曾经是吧高位提醒过要小心的，然后下跌之后反弹，只要是黄色飘带，就是你先看反弹，一般是不会错的，就是黄飘带看反弹，除非它能够突破飘带还能够持续，那说明反弹有点不对。是吧？像这种就是股价跌了一波，然后跌破飘带反抽有压力往下跌，这波反弹是吧？它一直突破，它能够走一个上升九转，那飘带都挡不住，而这种情况下转为紫色带回来蓝色 K 线反包，这就是一个机会，趋势反转了。而当下呢，就是你看它反弹是反弹，但飘带都无法突破，一到飘带附近走一个强势顶分型出现了，你又知道这里是反弹高点，这里是危险的。一般来讲，下跌趋势延续就要破左低，所以目前直接一根大阴线破了龙门线，虽然目前有蓝 K， 但是后续呢龙门线就是压力，所以这个空间如果继续延续就比较危险。它是不是一个龙门线由下至上之后第2次回踩？前面第1次回踩在这里，第1次回踩在这里，回踩1次，回踩第2次，第1次回踩的机会呢，像谷歌那种就会大很多，然后第2次回踩的话，效果会差一些，但第2次也还可以，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出现我们的黄金坑，因为龙门线跌破第1根、第2根之后会有一个支撑，那么2根之内出现反包阳线，看一下反弹力度，如果这波反弹能够破飘带，那么后续止带不也是机会吗？但是在这之前只能看看反弹，所以先等待那根 K 线的长升，先有止跌再说。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的话，在相对高位出现了暴跌，一波上涨穿过飘带，除非你追涨，或者说你低位开始左侧买进，否则的话你没有右侧买点，因为它基本不碰飘带。当它出现结束的时候，就直接就破飘带了。所以对于趋势交易来讲，其实没有必要去把握这种行情，就除非你去追吧。你如果追的话倒是可以，但是不一定每次追都能够追到这种股票。所以这种行情呢是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很多时候你的买点只能左侧的那部仓位，可能买了之后拿左侧仓位，因为在这种行情之下，你说我左侧买了之后右侧没有回踩，你直接不停的买，不停加仓，可能性是不大的，是吧？你买了这种行情，其实你自己也不好受。好，市场股价目前2次回踩是失败的，因为它直接跌穿了飘带。而当下我们只能看结构了，这飘带呢属于正常强势回调能够撑得住的，如果飘带撑不住，说明强势回调不存在，它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回调了，调得比较深，调到了之前我们这个结构的支撑附近，所以这里如果有止跌，我们可以看一个反弹，因为飘带跌破之后会有压力，反弹先看龙门线和飘带，如果这个地方无法过，而是收弱，那么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升幅调整回补缺口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看到周线呢是一个黄色 K 线，所以当时说为什么不要去追，因为黄 K 出现你再追，你也不知道你是在击鼓传花呢还是真的赚钱呢。价格走势是一个周线的顶分型强顶分，然后目前回踩黄色飘带刚好跟左边的这个高点是共振的，所以这里的支撑是有的，转紫色带，那么这里不要再加速走止跌，那么周线这里反转向上去看是有机会的，当然因为之前这一波阴线太大了，所以要消化这根阴线呢可能是要不少时间，但是这里是有机会产生一些中期机会的，也可以关注。
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的话，相对最近也比较惨烈，走到了九转，日线走到九转，跌破了缺口，在最后一个缺口这里收住了，然后有白玉 K 线，有九转有白玉 K 线，算是一个机会，因为之前这里它其实也是九转加白玉，然后强势反包、强底分型，市场出现强势的反弹，所以当下如果这里能够九转加反包，那么我们可以看对缺口的回补。所以当下呢，可以关注短线的一个机会，这里是运线加九转，如果能够突破8的高点，那么可以看一下缺口和龙门线和游龙线596.724。从周线来看呢，也是一波大跌，然后来到了左边低点附近，所以结构上来讲，这里也是各种支撑吧，可以关注一下。所以阿珍呢也是标注了绿色块啊。我们来下只股票是 OKO 来到了一个缺口附近，相对来讲收了一个白玉 K 线，它也是当边下跌了很久。白玉 K 线产生之后呢，它是不是有一个钱袋子？但是它的飘带离得比较近，因为它是之前加速之后一直走晃跌，所以飘带离得近的话，有2个好处。第一个，首先我们不用冒险去买第一波，最好呢是买2次回踩。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离得比较近的话，飘带不会太宽，那么它只要稍微强一点点就容易穿过，那么后续转势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好，所以最好这种离得比较近的不要参与第一波，因为第一波之后它容易有回探，你甚至呢就看它突破之后的回踩就行了，就不至于说太容易套到半山腰。它如果能突破飘带，一般来讲就说明这个反弹是够强的，这个前面的低点就能够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周线上的话已经到了9号 K 线九转，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是比指数弱的，因为它做了2波下跌，指数目前只有1波，它是提前指数跌了1波9，再反弹再跌1波9。所以这个地方是九转没错，但是它比指数弱，反弹就要看一下周线九转是否能够蓝 K 止跌反包。那么周线这边空间就比较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下沿是68.566，所以这个很弱但是空间如果能走出突破日线的飘带也还可以。最后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皮尔 TR 的结构呢相对会好一些，它呢虽然也补了缺口，但是前面的连续阳线，它的底位依旧可以看出一个强支撑，连阳之后的下跌，目前是大概是在50%附近，所以这里呢算是可以埋伏的区间，它的整体结构还可以，市场呢也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所以就等待市场的一个反包。它这个阴线太长，所以最好是能够一根小蓝 K 出现反包会更好。从周线来看，它是一波九转之后提前反弹，所以它比指数提前九转本来是比较弱的，但它反弹比较强，所以2次回踩这个地方可以看作是一个强势阳线上涨后的2次回调买点，当然最好呢在日线产生买点。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的话，跟 MSTR 的看法是一样的，连续回补，但是它的一个飘带刚刚转势，然后之前也是紫色带，所以这种股票呢也算是反弹一波之后有资金介入，然后看2次回调，但是没有买点，跟皮尔 TR、MSTR 等等是一样的，还有跟甲骨文他们都差不多，但是比甲骨文、比 OKO 等等是要强很多的。所以在周线上，你一般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市场的2次回踩的一个动作，它呢提前走九转。这些股票的特征就是它比指数提前跌了一波，然后提前反弹比较强，然后指数影响大跌，它呢2次回踩。所以这些股票都是后续指数如果4月份能够有反弹行情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结构。下一只个股就是美光。美光的话，连续下跌，目前到了7号 K 线，它跌破了很多缺口，目前离下一个缺口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你说空间的话还是有的。然后它目前是还没有到九转，所以离九转还有2根 K 线。昨天呢再次加速下跌，这种情况下就是很明显有资金抢跑。之前高位是出现了一个9号 K 线，然后它又是一个黄色 K 线，所以黄 K 加9，那么风险更大，并且之前还有9后13。所以当时为什么说这一波上涨呢？除非你做短线，不然的话呢，你想要拿太久其实不太可能，因为指数环境不太好。然后在周线上呢又是一个神级九转，在日线呢也是个九转，也有黄 K， 所以它整体就是一个相对高位，肯定的不能随便重仓去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跌到了我们的一个紫色飘带，有蓝 K， 所以当前的看法就是有下跌空间，但是不多了，而后容易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呢，因为它一波强势的下跌，它的反弹必然呢大概率只是反弹，它是个黄色飘带，所以当它反弹到黄飘带附近的时候，黄飘带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了，这个时候它想要过是比较难的。所以阿哲的看法是，这里下跌空间不多，到9反弹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探我们的龙门线的一个可能性。
而且可能性不小。我们看到龙门线这里260.412，所以阿德对于接下来的结构就是飘带会发展，因为前面的大跌会让趋势得以发展，它不会说像之前这种离飘带太近了，所以从萌芽期就直接被刺破。所以这种大跌呢，它会让趋势变得短期稳固，而后给中期趋势得以发展的空间。等它反弹到这附近时，空间已经有一定的力度了。那么这个时候想要去扭转就特别困难。那么这种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再走一波下跌。所以这是对于美光接下来的看法。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走的是一个底部震荡，它的结构跟甲骨文差不多，而后是不是也是2次回踩？左侧有一个9。我们再看到它的周线上，其实这几只标了绿色块的都类似，都是相对指数大跌了一波，而后反弹又比较强，2次回踩。当然它这一波下跌呢后的反弹不是说特别的强，所以阿哲没有标这个绿色块，它前面这个缺口有支撑，所以在支撑附近2次回踩，有机会呢再次做一个反抽而已。我们看到周线的压力216.081，而当前它是一个运线，日线呢还没有蓝 K， 运线上破这个日线的压力是208.68。以上呢就是3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